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千艘货轮堵港口，中国经济正慢性自杀；第二个，任志刚说用人民币结算香港恒生指数。我们后面呢，我想如果有时间，我们就用漫谈的方式说一下啊，这是个蛮有趣的话题。但是第一个的确是需要比较认真的对待的问题。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啊，中国港口出现了7年以来最严重的拥堵。那么目前有994艘散货轮停泊在中国沿海的60个码头，等待装卸。其中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情况最为严重。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港口最近都出现了这个确诊病例。那么专注干散货市场数据的公司叫 Ocean Boat，它的数据显示，8月20号有994艘散货停泊在中国沿海的60个码头。那么在8月初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400，8月初到了8月20，增加了超过1倍。然后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叫 BDI 反映什么？反映这个海运的这个价格。那么8月20号，这个 BDI 指数收在4092点，8月2号是3280点。从8月2号到8月20号上升了24%，创11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散装货轮因为延误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每日租金是上升到最高位。那么好望角型的日租金上升到5万美元，比上年同期涨了1倍多。巴拿马型的日租金上升到34000美元，零变型的船日租金上升到3.6万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数倍啊！这个运费的上升对哪个国家影响最大？对中国影响最大。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一。所以大家知道进出口贸易意味着是什么？对于运输的需求非常的大，贸易的基本条件就是运输当运费大量的上涨，对中国打击最大，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会出现港口拥堵？就是因为疫情。那么8月11号，宁波舟山港确诊一例阳性，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工作的梅山港码头随即就关闭了。梅山港封港已经接近2个星期那么靠港船舶量大减，所以呢，港口的整体运件下降。那么宁波舟山港集团8月18号公布的生产数据，到8月17号，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3万个标准箱，11号到17号，日均吞吐量降到此前7日平均的90%左右那么德讯物流旗下的 Sea Explorer 的船舶数据显示，8月18号，宁波舟山港外有55艘集装箱船舶正在等待进港，船舶进入该港等候时间延长2天。宁波本地的货运代理公司说，梅山港业务暂停，影响很多原定进港的船舶都被延后。那么由于复航的时间一直没有定，所以已经有部分航运公司改停其他的港口。那么距离宁波最近的是谁呢？就是上海港。上海港变成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上海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那么码头的作业能力强，能够较快的停靠这个船舶。7月20号，南京禄口机场发现这个员工确诊病例然后就开始了这一轮的疫情。
那么从8月6号开始，宁波舟山港第一批专班人员统一实施这个闭环管理。专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模式。这个专班管理呢，导致什么？导致整个的船期减慢。那么封闭管理，整个宁波舟山港总共有2000名一线的工作人员在作业期间实行封闭管理。那么8月11号，上海港也开始对一线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出。那么港口现在港口的运作模式是什么？要求所有的船员进行核酸检测，船只禁止进入港口，需要到确认，就是你必须在确认你的全部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够进入港口。那么如果船舶抵达中国14天之后，你进行这个船员更换，那么你要再隔离14到28天。那么专班制度是什么？专班制度就是岗位固定，然后封闭管理，就是一个对一个，然后我上班你下班，你下班我上班，然后是点对点管理，你只能是上班，下班到宿舍，不能出去，然后上班再接班，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个轮班制。然后那个集中宿舍2点一线，你其他地方不能去啊。然后这个换班之后呢，还要隔离，确认健康码才可以重新返回岗位。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个专班制度呢就意见很大，为什么？因为当他实行这种专班之后，你一换岗又要隔离啊，所以实际上呢，人手严重不足，就是当船舶要进港，必须等领航员去领航，可是领航呢，有的时候呢，什么情况？就是这个人在隔离，就没有人你就船继续等着他隔离结束出来没问题，再去领航。所以呢，导致这个人手严重不足，这就是大量的船舶停在这个港口的外海排队进港，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每天入港的船舶数量有限，加上其他的这个防疫检测，导致长江口异常的拥堵。那么往年呢，通常8月份呢是贸易的淡季，要到9、10月份才进入旺季。那么现在今年的淡季不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今年水灾啊，那么对粮食、煤炭等原材料价格需求大增，结果是什么？带旺了这个散货市场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国一直讲影响不大，对粮食影响不大，但是它进口量在增加。其实反映了什么？粮食生产是受水灾影响。你想河南、河北，然后是河南、河北，这个湖北，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粮食产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美国近期通过这个1万亿美元的基建建设这个法案，预期会带动这个钢铁、矿砂等原材料进口的需求，是这2个原因。所以淡季不淡，结果呢，运力供应不足，推高了运价。那么预计9月份散货这个运价将继续维持高位，而且下半年随着这个淡水河谷的增产，主要是煤炭啊。那么中国对玉米、大豆的旺盛需求，散货这个运价会继续维持高位啊。那么第3季度通常是航运业的这个旺季，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要向欧美出口什么？圣诞订单要复运了，第3季度啊。那么今年港口拥堵，那么中国出口商今年出货非常困难啊。那么情况是什么？河北小商品生产商从宁波北仑港发往美国长滩的货物，等了半个月也没办法进宁波仓，预约不上，货代也没办法。
这是一个。另外，去年3月份，一个40英尺的这个箱子，就是货柜啊，从宁波运到长滩$1000，40英尺，现在是2万啊，1000变成2万。那么10月份的报价已经是2.5万啊，美金啊，那你根本就不用挣钱了这个啊，而且订仓都排不上号，然后这些出口商每天还要给码头付仓储费，超时了还要付违约金。现在这些中小企业，这出口商的这个资金链压力越来越大啊。然后中国货运不出去，出口商试着把这个额外的这个物流运输成本想转嫁出去，但是呢，估计有一部分会受影响，就是有一些进口商他会接受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那么今年5月份，盐田港爆发疫情，也曾经冲击全球的这个航运。那么今年的五月份的这个是盐田港的这个疫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7月4号的美国独立日，美国消费者放烟火要多给20%到35%啊。那未来的形势怎么样？未来形势很严峻，有多严峻？8月23号，商务部长王文涛出席国新办的记者会，他说，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外贸形势很严峻，尤其是明年。那随着各国疫情减缓，订单可能转出去啊，订单可能转出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其他国家很多疫情还很严重，所以订单呢，它工厂运行还没有恢复，订单全跑到中国来啊。那么明年上半年呢，其他国家都开始正常了，开始正常的订单又跑掉了啊，所以订单可能转出去，加上之前有很多疫情防控的物资啊，比如说口罩啊、防护服啊等等，这些物资需求在下降。所以明年的出口形势严峻。然后这个王文涛就说这个明年怎么办啊？对外就是扩大开放啊，那么包括签更多的自贸协定，升级现有的自贸协定啊，然后就是对内怎么办？推动消费升级啊，等等啊，那这个王文涛的这两个办法呢，当然是大概只有文本上的意义啊，这现实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第一个，对外这些自贸协定没有用，目前中国没有能够对中国出口有帮助的自贸协定，所以他讲这个是没有意义。因为什么？中国出口目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疫情防控措施增加了中国出口的难度，包括这些港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自己本身国内的这个出口产品的这个成本在急剧的上升，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特别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已经到了这些中小企业们无法承担的地步。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些问题都不是王文涛讲过的解决问题。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出口的问题解决不了啊！你包括运费，1000变成2万，你怎么弄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对内讲这个消费升级，这是笑话啊。那么目前中国的消费不是在升级，中国消费在降级啊。你可以看啊，这个拼多多越来越火，说明什么？中国的消费跑到网上去，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消费降级。现在就连这个沃尔玛关店速度都越来越快。沃尔玛关店的速度越来越快，当然一方面反映了什么？网络化的趋势，就是消费者越来越多习惯在网上买东西。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消费降级。为什么？网络看的最多的是什么？便宜的东西，通过打价格战
打下去，把价格弄便宜了。你便宜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消费能力有限，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了，他才会追求这种便宜的东西。消费升级是我东西越买越贵，我怎么越买越便宜？怎么是消费升级呢？那么疫情管控措施，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疫情的管控消费这个降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收入在减少。收入为什么会减少？企业倒闭了。企业为什么倒闭？封路啊！你这一封路一封街，我企业就生意没法做了。生意没法做，那怎么办？那消费降级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疫情的管控措施正在消费剩下的这个消费能力，消灭这个消费能力。但是呢，中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越来越严我们来讲怎么个严法，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是叫封城，一个叫封国锁国只要出现疫情，那各地的官员采取最严厉，把所有的措施一下子就拉到顶拉到顶。你比如说南京、扬州扬州我这里有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扬州例子，昨天在推特上看的一个视频，他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这个视频怎么说呢？他说扬州现在在封城，还没解封他说扬州这个人在录的这段视频说，天上无人机，门口志愿者，楼下有保安，马路有警察天天做核酸，日日盼解封没有特别通行证，就算你出了小区大门，你在马路上也会被警察抓走然后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昨天核酸检测有没有阳性然后排队去做核酸检测。中午上午每个群里面去接龙干什么？抢蔬菜、抢酸奶、抢水果，然后这个午饭时间吃早餐，然后下午看这个菜有没有发货，再去看看这个有没有取消发货，然后这个晚饭菜全是高度统一，4样东西：胡萝卜、青菜、土豆、茄子。你看是升级还是降级？晚上看轨迹，轨迹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流行病调查轨迹，看有没有人经过你们家所以晚上最害怕是什么？最害怕大巴车。大巴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开来100辆，把整个的小区的人拉走，拉到另外一个城市隔离。现在最怕这个，为什么？一离开家然后还要付这个酒店钱，还要付这个饭费，然后就害怕大巴车，凌晨等通知，晚上等通知看什么？看明天是不是要做核酸检测。这个网友说，这个视频里面这个人说，全球只有2个城市，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城市在戒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另外一个就是扬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越来越严格那你想，所以呢，你一上来，只要你发现了有疫情，所有地方官员立刻把疫情的防控措施拉到顶，那顶格然后这个老百姓就关在家里然后就接受核酸检测，沿街的门店全部关闭，商场也关门歇业，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超市、便利店继续营业，然后这个老百姓在家里也没有工作，最后就被老板辞退。就算是你有工作，继续保留你的工作，工资也开始减那么去年很多人还能靠这个存款过日，今年就已经不行了，今年基本上在刷信用卡的了那么还有信用卡逾期然后还有这个房贷逾期，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为什么现在消费市场是什么情况消费市场叫4个字，叫惨不忍睹
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讲的是封城啊。第二个叫锁国，锁国就是严防输入，严防输入的背后是什么？清零啊。那么现在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航班，就是当发现疫情就熔断，然后这个进出口，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司司长也宣布，要到明年的年底才会恢复航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然后就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叫伍德克，伍德克在他的一个发言中说，他说随着其他国家陆续敞开大门，恢复国际交流，如果中国继续实行这个封锁边境，对疫情实行零容忍，那么恐怕会让中国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国际投行开始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啊，第三季度调的最大。那么摩根大通是4.3降到2，高盛是5.8降到2.3，然后摩根斯坦利是降到5.1，全年都调降。摩根大通是调到8.9，高盛调到8.3，摩根斯坦利调到8.2，不过都还有8啊。那我预计呢，可能8是肯定保不住，8肯定没有。今年全年，我估计也就是3到5之间啊。那么现在有个情况是什么？现在有个情况，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悖论啊。什么叫巨大的悖论？中国的防御策略叫清零，清零是什么？清零就是阻断封停，用阻断用封停的方式，停止大家活动啊，把这个活动降下来，让大家全部都在家里啊，用这种方式进行阻断，同时呢，不断的进行核酸检测，用核酸检测的方式把这个感染者从人群中拿走，用这2种方式去清零啊。清零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清零的前提就是你没有疫苗，你没有疫苗，你的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脆弱，只要有一个感染者，就可能感染一大片，马上就传染到全国。所以清零的策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没有疫苗。如果你有疫苗的话，你不需要清零，或者你的疫苗正在注射的话，你已经不需要清零。其实全世界都没有清零，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都没有清零，中国在清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进行封停，当你进行阻断的时候，那你的经济就被打击。为什么？因为当你一个城市突然一下子停顿下来，那经济的各个环节都被打击，这是一个。然后呢，但是中国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打疫苗，全国都在打疫苗，打什么疫苗呢？打疫苗就假设这个因为你打疫苗肯定是假设这个疫苗有效，所以呢，大家都在打疫苗。这个谁下的命令？习近平下的命令。习近平要求什么呢？在10月底完成11亿。11亿是什么意思？11亿就是实现这个群体免疫。大概他问了一下底下人，我们要实现群体免疫要多少人打完？底下人跟他讲，至少要11亿。那行，那我们10月底就打完吧。这个命令下来的前提是什么？你的疫苗是有效。所以这里面一个悖论是什么？悖论，打疫苗的时候假设疫苗是有效，但是制定防控措施的时候疫苗是无效的，已经假设它无效了。然后呢，在这个矛盾这个悖论中间，实际上真正受害的是什么？是经济啊，经济。那么中间的症结是什么？中间的症结，核心的症结是什么？核心的症结就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所谓的封停，你能做到把老百姓封在家里，
你能做到毫无这个顾忌的这个阻断，甚至根本不考虑经济，直接把这个国家锁国啊。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一头是举国体制，这一头还有一个配合他的举国体制什么实现的？举国体制背后是专制制度，专制独裁制度，专制独裁制度是举国体制的背后的条件。那么它还有一个工具，叫什么？叫数字集权工具，比如说健康码啊，比如说健康码，比如说微信，都是数字集权工具。我昨天在推特上看见一个帖子，我本来想昨天说一下，那么昨天因为没有时间，我就没讲。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帖子，推特上看到，他说分享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他说他这个朋友呢得了这个子宫肌瘤啊，得了子宫肌瘤反反复一直不得好，就很影响质量，因为经常尿路感染啊，反正就很讨厌，然后就甚至已经导致贫血。然后他是学医的，他跟他讲，他说你干脆就把它切了吧，子宫肌瘤切了不是小手术，你何必搞来搞去？这个人他的朋友就听他的，去医院找医院，哎，跑了几家医院做不了。以前子宫肌瘤做这样的手术都很积极做这手术，因为手术医院最喜欢做手术，手术收钱。哎，结果几家医院都不肯做，为什么？各种理由，一会儿说这个这个肌瘤不够大，一会儿说你要不用药物控制试试，反正各种推脱不肯做。最后有个医生给了一个真实的原因啊，什么原因？没指标了。What？做子宫肌瘤手术要指标？什么原因啊？最后问来问去，最后知道了，怕影响生育，怕做这个子宫肌瘤影响生育。为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个子宫肌瘤，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不能怀孕，那怎么办？那这个朋友他说，我这朋友就明确的告诉对方，我2年之内没有计划生育，没有计划要宝宝，你就帮我做吧。医院说不行，你还是先生吧，尽快的把这娃生了，再来做这个。其实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应该是这样。在有子宫肌瘤的情况下，不应该去怀孕，因为怀孕是有风险的啊，会因为这个会什么增大子宫肌瘤增大，甚至会难产，所以不让做。而且这个医生给出的建议正是反过来，这叫什么？这就叫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之前是什么？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大家知道，那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或者我们可以讲，这是一场反人类的运动，或者是这是一个这个集体的迫害。计划生育运动实行这么几十年下来，其实中国社会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去联合国告中共，这个是一场人道灾难啊，千千万万的家庭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那么当然很多人家破人亡，为了这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人口形势崩盘，老龄化提前到来。结果一看到这个人口调查数据一出来，第70人口普查数据一出来，到现在当然他们公布的是假的，其实他们自己看的数据，赶紧3胎出来，各种出来，各种出来，各种措施出来，掉头，赶紧掉头。原来计划生育，现在赶紧掉头，鼓励生育，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又搞举国体制。计划生育是举国体制，其实这个现在鼓励生育又用上了举国体制啊。那你可以看，这离婚不让离啊，离婚怎么都不让你离的，举国体制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然后你可以看啊，这个房价作为一个影响生育的因素了，然后教培又作为影响生育的因素了，这现在都有这个理由了啊。然后你看这个网友的朋友，这个子宫肌瘤手术都不让干，都要配额了
我估计下一步，我之前听的觉得天方夜谭，现在你看沿着这个路往下看，我估计这个避孕工具可能也要控制了啊，这就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做一件事情，但是只是举国体制的一面，一个非常小的一面。其实举国体制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是干什么？第一个，把任何可能阻碍这个主要目标的所有的事情全部消除，不考虑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任何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事情全部放大，也不考虑代价。举国体制和专制独裁的制度是绝配。如果你没有专制独裁制度，你是不可能实现举国体制的。那么一方面有决策的效率，另外一方面又能控制媒体。专制独裁一定控制媒体，控制媒体的结果是什么？控制媒体的结果就是举国体制的代价不能说出来，因为只要你举国体制的代价只要曝光了，举国体制就是裸奔啊。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这种宏大叙事，喜欢这种举国体制的产物？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洗脑啊，比如壮丽呀、宏伟呀。当然，最终洗脑的效果是什么？叫与有荣焉，就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似的啊。就比如说，经常有人说，你看我们这个城市，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多漂亮，多牛掰。其实呢，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那个市政府盖得像白宫一样漂亮，你连进去尿尿的权利都没有，跟你有毛关系呀，对吗？所以疫情的清零措施其实就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中国很骄傲，中国一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不能说代价，也不能说副作用，因为媒体全部掌控，所以就说不了。但是其实最终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就是你在疫情当中，你看到的是老百姓关在家里，你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你最容易看到的是老百姓关在家里，然后马路上没有人啊，然后就是这些官员呢，因为自上而下的问责，所以呢，他们把事情往极端了做，没有责任，结果中国在疫情防控措施上层层加码，不断的加码，而且加码越往上加，越有成绩啊。这是一方面，结果就是一方面带来了人道灾难，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就在杀死经济，这就是一场慢性自杀。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港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那你想，港口是一个什么？港口就是它可以封闭起来。你看现在就是他们的港口都是封闭起来，进行封闭式的管理。封闭式的管理，它已经造成什么？上千条船在外头等着。其实它港口的这种风控措施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自己可以控制，又没有普通老百姓往里面跑。这件事情其实港口在整个的疫情防控当中，它是相对独立、相对容易控制的部分。但是你看，这样的部分，它都尽量的把这件事情往上推。往上推的后果是什么？往上推的后果就是人手不足啊，因为你不可能现成从马路上拉一个人出来，你操作员调那货柜，那货柜调操作员，你没有个3-5年，你控制不了的。那你情况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有那么多，那怎么办？那就慢呗。慢的后果是什么？慢的后果就是这个运费啪就跑到天上去。跑到天上去的后果是什么？中国的这些出口商搞不定啊，就出不去啊。他跟别人签了合同，签了合同你出不去，你多贵的运费你都得给。
否则的话，你这个客户就没了，赔死你。所以你知道，疫情防控措施在港口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领域会比这个严重很多倍。那很多倍的后果是什么？很多倍的后果就是经济在慢慢的，那人道灾难是很明显的，你有个人倒在家里了，是显性的啊。那么特别是你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手机派什么的，你其实封不住。从去年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虽然是全面封锁消息，但是其实封不住。所以人道灾难是显性的，但是杀死中国经济却是静默的、悄悄的，经济是慢慢的倒下，没有声响，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们今天讲不了任志刚这个了，讲吧，讲完吧，讲讲任志刚，这个蛮有意思的啊。任志刚今天在这个香港有一个“十四五”规划的宣讲会，这个开始用国内的这套东西了宣讲会安排一些各个部委的处长跑到香港去跟大家讲我们“十四五”准备干些什么制定“十四五”规划，其中有香港一部分，香港也变计划经济了。然后呢，这个任志刚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前总裁，那么他就在会议上提出来，他说香港可以考虑让恒生指数推出人民币的报价，然后进行交易结算服务，促进人民币的自由使用，推动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他其实，他说这个用这个人民币计价呢，不是他重申他说重申不是用人民币取代港元的地位，也没有只是要设立一个额外的选项他说呢，单只增加50-60家恒生指数的股票买卖，用人民币买卖，都可以让人民币投资使用量增加他是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思任志刚这个建议已经提了快10年了，他一直在提这个建议，他建议用人民币来买卖港股。那么，当然他一提这个建议呢，就有人怀疑这个建议是不是想着用人民币取代港元。然后任志刚就说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那么用人民币去买卖港股呢，就能够帮助人民币推动国际化。这里面有2件事情为什么要用人民币计价？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就基本上到了香港，这个产品就基本上是面对全世界市场。那么人民币要国际化，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有金融产品是以人民币计价，用人民币来买卖，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流通性的货币，或者是被市场接收的货币，这很重要这你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你一定要用货币的特征是什么？货币的特征就是使用。如果你没有使用的话呢，其实你的货币零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之前有一个之前的这个香港交易所有个 CEO 叫李小加，李小加原来是厦门大学新闻系，他是我的前辈他做新闻，后来跑到海外去，很厉害这个人，最后做的香港交易所的 CEO。他当时提出来干什么？他提出来收购伦敦交易所，最后这件事情没成功，所以李小加黯然退位退位跟这个失败是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那虽然他否认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关系。
李小加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收购这个伦敦交易所？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扩张，扩张中国的这个版图。当然，用香港交易所去扩张，比较容易被西方国家接受，但是其实你看还是不接受，所以最后拒绝了。但是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另外一个什么目的？它把人民币的产品、金融产品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推到伦敦交易所，这个是李小加说服北京支持他干这件事情的原因。你要知道，当你人民币计价，也就意味着你有人民币买卖的时候，你这个金融产品只要能挣钱，就有人去买卖。为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市场的力量是什么？市场的力量就是挣钱，只要你能挣钱，你就有人去买卖，只要有人去买卖，它就会慢慢的形成什么？市场影响力。市场影响力靠什么来反映？靠交易额来反映。所以李小加当年没成功，其实任志刚说的这个建议呢，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也是在香港的市场推出一个人民币交易的产品，它才能够推动什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人呢，像李小加也好，任志刚也好，这些都是在市场里面打滚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了解金融市场的人，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其实是最能够符合中国想要让人民币市场化，就是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目标，最能接近这个目标。当然，中国不懂，其实中国像什么人民银行、外管局那帮人呢，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是无法理解啊，只有这些在市场上打滚的人才理解。但这里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实现呢？你想一下，你要让这个金融产品用人民币来买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得让它流通，你没流通，它怎么交易？用什么来交易呢？当然，现在香港有5、6千亿人民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你来到某一个价位的时候，某一个交易量的时候，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把什么？可能会把中国的外汇管制这道闸门给冲破，这是问题。所以呢，其实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是什么？根本条件就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才有可能国际化。没有人民币自由兑换，你继续保留外汇管制的话，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首好听的歌而已，它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所以任志刚讲这个话呢，也是一番苦心，但是没有用，只是会让人怀疑什么呢？怀疑任志刚在放另外一种空气。为什么啊？什么空气？就是人民币取代港元的空气。因为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呢，就有点敏感。港元是连续汇率啊，连续汇率就是港元和美元挂钩，就是其实不是和美元挂钩，是港元挂在美元上，美元是不管它，跟它没关系，它是自己往别人身上挂，挂的上头呢，那就是我们叫货币局制度啊。那么金融管理局进行汇兑承诺，就是在一个7.8左右，这个它中间有一个幅度啊，这大概是10%5%啊5%左右的浮动空间啊，我去进行汇兑承诺，就是你无限量的，你跟我跟我换，我都换给你，你怎么换我都换给你，我是有个汇兑承诺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货币制度。那如果中美贸易战打到香港来，美国只要做一个动作，港元就崩溃了。什么动作？他只要禁止香港金融管理局
进行美元交易，禁止进行美元交易，那连续汇率就崩溃了，因为它不可以美元交易，它不可以美元交易，那连续你怎么进行汇兑承诺？你没有汇兑承诺，港元就崩溃。那任志刚现在在讲这个那香港应该用什么货币？那毫无疑问，如果港元崩溃了的话，那就只能用人民币代替港元。那如果人民币代替港元，那意味着什么？那么意味着香港的外汇管制就会发生，因为人民币是有外汇管制。那香港的金融中心当你有外汇管制的时候，金融中心自然就不存在，不会有一个有外汇管制的金融中心。那你说，那香港不实行外汇管制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是你可能中国大陆的资金可能就跑光掉，就是这样。那会不会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香港围起来，香港继续用人民币，但是围起来，香港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香港钱以外的中国大陆的还是不能自由兑换的这是不成立的啊。为什么？因为在香港你握着人民币跟在深圳握的人民币是没有区别的话，他不认嘛，认不出哪些是深圳的人民币，哪些是香港的人民币。所以理论上是不行，也都不成立。我就随便这个聊一下，因为看到这个任志刚讲了一堆这个人民币港元交易结算的这个问题，也让人想到，我之前讲过，我说美国政府，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川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好像啥都不知道似的啊，大概就这样啊，我不多说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明谢 CW 谢谢 Mike 猪谢谢刘玲谢谢情况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有一种描述叫凌迟经济学钝刀子割肉刀刀不致命但最后流血而亡 OK 情况在北美中高端冰箱缺货严重不少型号去年年底缺货至今甚至有个别型号全美1台都不能送到据说一部分是物流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芯片的问题。这些冰箱中不仅包括中国生产，也包括欧洲生产的品牌。OK，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提问：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留意到中国近期钢产量下降的新闻？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基建和欧洲放缓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有网友说，钢产量下降是因为政府限产。那为什么政府限产又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不大觉得是因为环保。哎，你正好说对了，碳排放现在这件事情，这又是习近平的威力啊！习近平在今年3月份到4月份做出了一个碳排放的承诺。就是一个是碳中和，一个是碳达峰，先是碳达峰，然后是碳中和那么时间我忘记了时间了，不要让我说这个他提出这个目标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开始进行什么呢？进行限制碳排放。那么限制碳排放有8大行业。中国9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8个行业，从钢铁到有色金属，这一直下去到这个发电等等，总共有8个行业。它集中了全中国90%以上的碳排放。所以你通过这个数字你就知道，限制老百姓买汽车，说为了这个排放，说明什么？这都是骗人的。真正的排放来自什么？来自工业。老百姓那个汽车的尾气
跟那个根本就是跟那九牛一毛，就都是骗人的。所以中国的政策真的是骗人，没几句真话啊。所以呢，碳排放全国各地开始这个限产，从什么呢？从煤炭到钢铁到这个有色金属，全部都在限产。所以你刚才说的钢产量下降，钢产量下降跟碳排放政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经济没好起来的原因。其实今年经济本来是出口那么好，出口那么好，但是经济还很差。为什么？因为当出口那么好，本来呢，它开始就会带动投资的。你出口一好，肯定制造业赶紧要开始投资，然后就开始增加出口，它就开始循环起来。但是没好起来，投资没起来，投资没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材料全部都在涨，所以我们现在看说上半年这个 PPI 和这个 CPI 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这个死亡交叉什么意思？原材料价格暴涨，但是这个制造业产品的出厂价没涨，这没涨，成本涨，这个卖货的价格不涨，那你不把这个工厂给逼死了吗？所以这就是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情况。观点：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无形的墙越来越高，特别是中美都在互相加速脱钩和局部小院高墙，还有疫情防护效果优劣的差异，导致无形疫情高墙越筑越高。在中国内部 ，CCP 所有灭霸响指都是在推动他心目中的国进民退的结构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不叫结构侧改革，和各种类型的推进 CCP 基层建设，对社会各个细胞无孔不入的控制和洗脑，其实都是穷尽一切手段挽回控制力以延续政权。但越如此越破坏正常的经济运行，所有当下混乱皆为破灭的张序。OK， 情况打卡广州，最近在找工作，发现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很多的公司在实习期前增加一个磨合期，美其名曰给双方个时间看看合不合适，但是这段时间没工资，磨合期3到7天不等，或者更长。要是求职者觉得不合适，这段时间就算白干了啊。OK， 情况：深圳去医院要查看健康码、行程码，填流调表，过安检，看眼鼻口腔科需要3天内的核酸检测证明。这报告媒体疫苗的事儿啊。情况：苏州、昆山接到通知，要开始全员核酸检测演习，还有演习。观点：今天说一个不一样的角度。首先，我要表达我支持王老师，支持这里众多网友的立场。但是我经常怀疑中共没有这么弱智，如此泱泱大国，肯定也是人才济济。我当然理解中国有制度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大家想的和说的那么差。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如此愚蠢，太令人费解了。我觉得不能在思想上低估中共，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经常遇到有人在我们节目后面留言，说什么呢？说我们领导怎么可能没你聪明呢？我们的领导比你聪明好吗？对，当今中国大部分的人才都在中共手里啊，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中共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在他的组织当中，这个没有任何的意外，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掌握政权，他就掌握资源，掌握资源呢，他就有待遇。当他有待遇的时候呢，这优秀的人就跑到他那里去追求这个待遇，于是呢，最厉害的人都在他那里，
但是这个问题就和什么有关？跟体制就有关系了。不怕你全部都是优秀的人才在你身边，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选谁？你怎么选？用什么标准选谁来到你的眼前，然后呢，用它来做事情？其实我们看到的政策是什么？这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定的事情。全国有这么多的政策，这么多个领域，习近平不可能一个人全定，他得把事情交给大家来干。那他把事情交给谁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叫物以类聚。你想一个小学博士，他需要多少人？他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当然需要优秀的人，可是他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以前讲，当你党内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这是我的理论啊。我的理论是，现在习近平用的尽是饭桶，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党内的政治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在江泽民时代，包括胡锦涛时代，党内竞争非常激烈，党内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没有一个人能够定于尊，没有，包括江泽民是在他后期，在他快下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确是权力很大啊，但是他就算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够定于尊。不能定于尊什么概念？就是你要用的这个人，你得对面有人会反对的，那怎么办？我真得挑一个靠谱的人提出来。哎，这个山东省的省长或者山东这个书记啊，开会的时候，我们山东现在缺个书记，怎么办？我推荐一个人啊，这个吴阿毛啊，这个吴阿毛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政绩，他有什么什么能力，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定于尊是什么意思？定于尊是我讲完这个话以后，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反对，这叫定于尊。就是现在习近平这个局面，不能定于尊是什么局面？就是万一这个人有什么瑕疵，对面那个他的反对派就说：“哎呀，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没做好，我看还得考察一下。”我提的这个人就放下了，就过不了。这就是中国党内的这个情况。那当他可以定于尊的时候，他选什么人？他就不一定选最厉害的人，因为我提的人都能过，那我就选什么人？我就选对我忠诚的人，就不一定选最厉害的人，就靠什么呢？靠我对他他跟我多铁，我只选跟我铁的人。那你想一下，小学博士跟谁铁？小学博士肯定都是小学硕士，只能跟小学硕，这就是武大郎开店呗。武大郎开店什么概念？武大郎开店你就全是小矮个，全是萝卜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精英都集中在中共手里，但是你看到中国现在的政策一塌糊涂，乱成什么鬼样子，道理就在这里。就是第一个，习近平用的人饭桶为主啊，物以类聚，饭桶为主，这跟党内政治生态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习近平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他把所有的权力全抓在手里，那他自己就很多时候他自己去拍板。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刚才讲的这个打疫苗，10月底打完11亿人，完成11亿人，这是习近平又亲自部署、亲自拍板的事儿。这事儿拍板，他一拍板，有没有人敢反对？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他权力太大了。那不反对的后果是什么？不反对的后果就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的一个笑话，因为中国在全政府动员在打疫苗，打一个没有效果的疫苗。而中国的防疫政策是以没有疫苗为前提制定的防疫政策，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丑闻吗？这国家这是国际民生大政方针，这个绝对是一个
史上没有见过的国家规模的错误，这就发生了。所以你不相信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泱泱大国人才济济，但是这种错误继续照样发生。为什么？独裁、专制、腐败，然后就老大无能嘛，对吧？就这个原因啊。关键我到现在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上一秒说他们家当年面对计划生育多惨，下一秒就说中国最安全。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一个杀你小孩的凶手。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1秒钟内可以讲出这种矛盾的话。这个非常的难以理解吧？这是什么？这就是洗脑。为什么要洗脑？这就是洗脑的效果啊，洗脑的效果。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国人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毛病，什么毛病哈？你比如说防控措施，防控措施越严越好，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你去问他，他都认为防控措施越严越好，封在家里不能出来，出来就传染，全封。前提是什么？别封我家，你们家全封没事儿，但是别封我家，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上一秒说我们家这个计划生育多惨，下一秒就是说中国安全，这前提是什么？这件事别发生在我家里，已经发生了我就算了，我不说，就这样。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观点：中国只有一个朝代，政府用政策带头杀自己的国民小孩，强制节育，这在外国的定义是种族灭绝，在中国这叫为大局着想。我今天在推特上看见一个，就是妇产科医生，这个人就是专门做计划生育、引产，做了无数。我一看这个医生，我心里五味杂陈。真的是，这是真是，他说就是为了大局着想，这是共产党。这个账不能算在这个医生头上，这医生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他也是良心泯灭。他的良心泯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党性嘛，就是共产党有党性没人性。但是真正的责任者就是中国。观点：计划生育最深远的影响和最邪恶的结果是摧毁了国人对生命的尊重，非常对。古代虽然是皇朝帝制，但都认为人命关天，判个死刑还要州府合批，还要等到秋后才能问斩。看看今天中国人的观念像到处都是堕胎广告，就像咖啡师广告一样触目惊心。看看很多社会事件，国人对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这些很大部分是计划生育、强迫堕胎的结果。中共对人的生命的这种蔑视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中共的所谓的解放战争就开始，就是中共的这个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什么？人海战术就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就是从一开始，他根本就把人命当做什么？当他目标的耗材，当他实现社会目标的一个耗材，一直就是这样，从他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这样，包括他自己的党员，包括他自己的成员，都是耗材，没区别。他为了凑党费，自己的娃都卖掉，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当年为了筹集党费，自己的孩子拿去卖掉，凑党费。你说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家人因为肝病常年服用进口药，上个月去医院拿药，医生说医院不再采购进口的常用药，不想用国产药替代，就去药店买吧。现在每个月需要自费1000多，2线城市3家医院。OK，
观点：悉尼已经封城一段时间，澳洲的政策是加快疫苗接种率，当2针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会逐步放开。澳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认同和病毒长期共存，在疫苗还没达到70%之前，还是采取封城的措施。但是澳洲的封城仍然可以去超市购物，去看家庭医生，而且政府也给收入受影响的人发放补贴。这样的封城是基本上基于最大限度的保证正常生活。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被尊重的。OK。情况，王老师，为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烟草收入还行，不应该减少吗？你有没有少抽烟？你没有少抽烟，他的收入还行啊。如果你少抽烟了，因为你经济下行，你少抽烟了，他的收入就会下降啊。所以中国现在最严厉的打击是烟草，假冒烟草，然后是什么假冒酒，烟酒都是政府的。情况，今日新闻，习近平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塞罕坝其实没什么，但是有一个景点叫御道口，据传清朝历代皇帝继位前都会走，之前胡锦涛也特地走过这里，这不是据传，是事实。OK， 那就是要走马上任下一个任期了吧？是这意思吧？去河北，河北叫御道口，那我得去看看，查一下这个事儿啊。情况：扬州一产后妈妈，宝宝刚出生15天，为了疫情防控，直接被政府拉到隔离点，然后宣传部门还拿这事儿宣传，证明隔离点的生活有多好，好像现在国内所有发生悲剧的事情，到最后都能变成对政府的歌功颂德，而不去反思这种悲剧的本源。人民真的有这么看不清楚吗？不是的，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媒体在他手上，人民是怎么想的？人民当然没那么傻呀，不会这么想。你放开试试，你看看人民说什么，没有那么傻。我们不要去觉得人民真有那么傻，那是媒体在侮辱人民的形象。情况：扬州用无人机侦查老百姓是否出门散步。提问：碳排放这类的环保政策基本上属于全球性的议题，不明白习近平为何执着达标？这是中共想证明自己全球治理能力吗？是的，你就答对了。习近平就是向全球，习近平经常在国际场合一张嘴就是全球治理能力，他就要让大家证明一下，你看你们做不到是吧？我做到他就是想干这事儿。提问：钢产量下降是否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有关？反正澳洲没有不进口、不出口给你嘛，你在进口，那没有关系啊。情况：推特上有视频说，香港尖沙咀百利大道一个黄金旺铺的租金水平已经降至1986年的水平，就这样还算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因为很大一部分商铺已经关门了。观点：那当然你现在都去不了香港，香港没有游客，你这些商铺租金肯定低到妈都唔认得啊。观点：听了周末对于共同富裕的解读，我的观点是，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还是劫富济贫的方法问题，本质上是现在国内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放出来的声音而已，缓解绝望情况下的爆发。官媒自媒体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前半句才是问题的重点。OK。观点：优秀人才是因为待遇进入体制，便开始受到待遇的辖制，才会放弃自己的优秀能力，开始做媚上之事，天才也变成庸才，非常正确。观点： CCP 还是有比较强的纠错能力，精英还是不少，不然不会70年还在。当然，依靠的还是暴力和谎言。我觉得前面说的比较有道理，后面这个呢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但是不普遍。
观点，其实现在国内有一个潜规则，能力强不强不重要，忠心最重要。能力好的人唯一的作用就是给领导擦屁股。嗯，观点，独裁者不会选一个太能干的人，对他的权利有威胁，要选一个怕他的人，对他唯唯诺诺的人。嗯，唯唯诺诺太不行啊，他得找人看着他。观点，回答刚才有人提出为何人才济济的中国愚蠢的问题。中国人个体聪明，自立，不顾他人利益，不顾对错，只顾自己利益，所以每个个体都精明计算，但冷漠自私。正因为如此，重要的、正确的、对群体有利的事情，反而没人做。即便有人做，为众人抱薪者常常冻毙于风雪。所以，作为一群中国人，既蠢又懦弱，听得懂吗？啊，情况，我母亲在我出生前就是计生办医生，几年后跳到企业。当时说做医生辛苦，但我长大后多少跟我讲了不少事情。90年代初，各级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无所不用其极，把妇女扒光装猪笼里送到计生办。我幼小时就知道这个邪恶的东西，可能是为了我不至于没屁眼儿，我妈离开了那里，她知道那不人道。情况，扬州有确诊病例的紫金文昌小区，因里面有精英后裔要出国留学，被人为调低风险，而没有确诊病例的却被定义为高风险。OK，观点，中共正在被 Delta 打脸，他越来越做不到清零。情况，王老师，最近2期收音好像有问题，小了是吗？声音小了吗？哦，是哦。诶，这样呢，好点吗？声音小了，讲话声音好，我讲话声音很大的呀。其实我讲话声音是非常大的。好，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教育这么搞，难道他自己幕僚不知道会背离世界趋势吗？还是习近平本质上是为了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重生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那当然不可能，我不相信是这样。至于说他的幕僚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肯定得知道吧？这太浅显的道理了。你看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你看看一个个政策都是自己拆自己台的政策啊，怎么会不知道？这太明显了。你辛辛苦苦搞就业，李克强今天说啊，我们上半年制造了500多万个就业岗位，辛辛苦苦搞了500-600个就业岗位，你这一个这个教培团灭上来就3-4千万失业，你怎么搞？这太明显了好吗？所以这个问题，他怎么会不知道？肯定是知道的呀，他根本就是不在乎。明谢 Dominic，谢谢高原，谢谢王老师好。这2天中概股持续上涨，您觉得是由于超跌反弹，还是中共对外资的态度有变化？我没看，我没看，看看再说好吗？小心一点，别抄底抄到半山腰啊！CC，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